近日，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随意发表观点，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完全是违背科学精神的。4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邀请中国 CDC 的专家向公众介绍了中国新冠溯源的研究结果，并在现场接受了中外媒体记者的采访。溯源政治化的表现。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新冠溯源的话题。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背景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间是星期六，那为什么要在一个周末召开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呢？现在新冠溯源在目前的时间点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迫在眉睫的事情。其实这是因为前一天4月7号，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席谭德赛对中国提出了一些质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手上掌握了大量的新冠疫情的早期数据，但是呢也不跟国际社会分享这些数据，导致现在国际社会在新冠疫情的早期溯源研究上面临非常大的障碍。假如说中国可以分享这些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迅速找到新冠疫情早期爆发的原因以及传播路径。但是你想想，谭德赛谭书记那过去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新冠疫情这几年替中国说了不少好话，但是现在谭书记反了，那你想想在国际社会，那中国肯定是被孤立，而且这个指责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中国政府才在4月8号这一天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来反驳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指责。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那谭德赛为什么要这么指责中国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个谭德赛说这个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啊。今年1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高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出示过一份论文的手稿。他那份论文呢，就是说华南海鲜市场不是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最早的爆发地，因为在华南海鲜市场里头检查了18种动物样本，身体上都没有发现这些新冠病毒的这个载体。后来呢，这篇论文呢，他们就投稿到了这个《自然》杂志上。那《自然》杂志呢，就要求他们提供这个论文的原始数据。于是中国的这些科研人员就往《自然》杂志的数据库里上传了一批跟这个论文有关的数据。这批数据原本是为了证明华南海鲜市场这个没问题，结果没想到这个数据库呢，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好像就开放了。按道理来讲，这个数据库只能是编辑能够看到，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编辑可能把这个权限打开了，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能看到了。这就引起了一个新冠溯源研究的科学家的注意。他是在3月份发现的。他发现这批数据之后如获至宝立刻进行研究。因为这批数据里头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动物，就是蚝。这个蚝据他的研究，在新冠溯源过程中间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他在这批数据之中发现了蚝身上的病毒载量的含量远远超过周围环境的载量。那也就是说，蚝身上的病毒不太是可能环境传给它的，而只能是蚝传播给其他的环境的。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后，全球的这个新冠溯源的科学家们立刻都纷纷研究这批数据结果这个数据库被关闭了。后来中国解释说，其实这批数据原本就不应该公开，只应该给编辑记者看。后来这个数据在4月5号，也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最终这个论文发表了之后也解开了。但是谭德赛就认为，其实这样的数据你们中国手上有那你为什么不早公布呢？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政府实际上一开始是想证明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没问题，才上传了这批论文。但是可能这批论文的写作者水平不是特别高，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论文的写作者中间有人故意的就是想把这样的一个数据传到国际数据库里，这两种可能都有。总而言之，国际社会、国际同行才发现了华南海鲜市场还有这么一批重要的数据，并且在这批数据中间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谭德赛指责中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从3年前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围绕着新冠疫情的溯源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还有政治化。我们今天就拨云见雾，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当时川普他们都认为这疫情这病毒来自于武汉有一个实验室叫 P4 实验室，大家都知道
这 P4实验室要么是他们自己实验室泄露的，要么呢是实验室自己造出来的一个病毒。为什么他们怀疑武汉的 P4实验室呢？也就是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呢？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有一个科学家大名鼎鼎，他名字叫石正丽。这石正丽长期以来就是研究专门的新冠病毒的。大家都知道，上一次中国流行 SARS 的时候当时我们只知道 SARS 是从果子里传到人身上的，但是它最终的宿主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在 SARS 结束之后呢，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就开展了 SARS 病毒的溯源研究。这个研究一共研究了15年。后来呢，他就通过果子狸研究到了一个云南的蝙蝠，最终确认中国的有一种叫中华菊头蝠是上一次 SARS 病毒的最终宿主。还在云南发现了一个山洞，这山洞里全是那种蝙蝠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云南当时还有6名工人，铜矿的工人就染病了，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呢，其中有3个人后来就去世了。其实围绕着上一次 SARS 病毒在科学界有一个不解之谜，就是 SARS 病毒它来去无踪。它第一，它来得很快就传播了；第二呢，当它消退之后就不见了。后来石正丽他们发现，其实当时的那6名工人其实感染的基本上也就是那种新冠病毒，只不过没有传播开嘛。后来那个山洞都有武警站岗。这一次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日本记者还专门到云南那个山洞去看呢，发现那个山洞进不去，那门口就是有武警站岗的。所以呢，很多人就怀疑，就石正丽研究，你看这个新冠病毒，他研究是很权威而且他发现了新冠病毒过程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种，叫 RATG13，这个变种是他首先发现的。所以呢，第一种说法就是石正丽他们研究这种病毒的时候不小心通过动物放出去了。而且你想想，这个病毒研究所离那个华南海鲜市场也不远嘛，好像10-20公里，所以这有高度怀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既然这个 RATG13是你石正丽发现的，那你这个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是你通过改造这个 RATG13然后传播出去的嘛。我们分析一下这2种可能首先是第一种，动物传播出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病毒研究所里关于实验动物的管理是极其严格的，而且他们用的动物几乎就只有白鼠。你想想，白鼠怎么可能随便跑到华南海鲜市场呢？因为人也不吃老鼠对不对？一开始谣传说他们使用猴子，实际上他们是不使用猴子的。所以关于病毒所自己的动物散播出去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个谣言。这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要是他们实验室里的病毒散播出去的，那么最初的那个传染源应该是围绕着病毒研究所的这些人，对不对？但事实上并不是，整个这个所谓的武汉病毒爆发病毒所并没有成为一个传播源包括病毒所所有的周边人也都没有成为传播源那关于是不是石正丽他们造出来的呢？有意投放的呢？因为当时还出了一个这个叛逃到美国的一个这个科研工作者，这个人叫严立梦，在香港做博士后的。他到了美国之后，去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也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就讲中国的军方实验室专门制造这种变种的新冠病毒，撒到全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严立梦他其实资助他做研究的是谁呢？就是那个刚刚被抓起来的郭文贵，还有他的合伙人班农搞的那个叫法治基金会。所以他的这个研究在科学界，主流科学界，大家看起来就是个笑话。但是他当时美国的政界人物因为中美关系当时不好嘛，互相指责嘛，所以严立梦的这个结论呢，也就成为了美国攻击中国的一个工具。但其实主流科学界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为什么说石正丽改造病毒不太成立呢？因为最开始不是怀疑它是 RATG13改造的吗？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了，就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它其实跟这个 RATG13的亲缘性非常远，它是另外有一个进化演进的这么一个谱系。所以从主流科学家角度来讲就是这个石正丽他们的一个团队改造病毒这个说法呢，基本上就没有人相信。这是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指责中国的内容。但是中国呢，当时看国际社会指责他也不爽他反过来也指责美国他指责美国主要有两条。第一条，那不是武汉搞那个军运会吗？
美国当时有些士兵到那儿参加，当时有几个士兵还发烧了，所以中国就说：“你看，这病毒是你们美国带过来的，然后在武汉才传播开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当时美国有一个叫真相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就说这病毒有可能是美国有一个叫什么克鲁德堡实验室研发出来的。这个美国的真相实验室啊，其实是一个专门造谣的机构。然后呢，这个克鲁德堡呢是美国军方的一个实验室，早期还研究过生化武器。那中国当然就是如获至宝了，就天天开始指责说：“你看你的克鲁德堡，你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你别光说我，你的克鲁德堡你分开，你展开，你让我们看看呐。”这个真相实验室不仅仅造谣美国制造病毒，他还造谣这个辉瑞公司制造病毒，因为辉瑞公司要搞疫苗嘛，造出来这样的一个病毒，大家都买疫苗就发了。这真相实验室是吧？这很可笑。当然，他也造谣中国了啊。那也就是说，中美当时双方由于关系不好啊，新冠溯源问题就成为了双方互相往身上抹大粪这么一个肮脏的政治游戏。那么我们接下来问题就问了：那新冠疫情到底最早是怎么传播的？到底是在哪儿发源的？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这里我要普及一个观念啊。现在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呢，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人类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找到科学依据的。这里头最权威的科学分析方法就是进化树的方法。什么叫进化树的方法？就比如说啊，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它也会在不断的变异。大家都知道早期的德尔塔、奥密克戎。那病毒变异过程中间，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最早是一个 A， 传播过程中变成了 AB 啊，既有 A 又有 B 是吧？在变异过程中叫 ABC， 那么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 A 呀是 ABC 也是 AB 的共同祖先，那肯定是 A 是最早的 ，AB 就次一点 ，ABC 是最晚的，对吧？因为你跟着顺序，你可以来判断嘛。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不断变异的具有时间序列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找到病毒最早是怎么传播的。这话听起来有点抽象啊。但其实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人类过去关于人类起源呐，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呀、争论呐。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人类是多地共同起源，亚洲的人类是亚洲从猴子变来的，这个非洲的这个人类是非洲的猴子变来的。但是后来分子生物学发展起来之后啊，通过基因溯源，就发现所有的人类全部来自于非洲大陆。而且时间点都可以锁定的非常清晰，基本就是在过去的5万年到10万年的这个时间左右。然后这一批的非洲的人类走出非洲之后，传遍了整个全世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带的这个基因的变异的特征啊，其实可以非常清晰的找出来我们人类在整个地球过程中间的传播路线。比如说现在太平洋岛上所有的那些岛民，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他们的共同祖先都来自于中国的台湾，而这个台湾的这批最早的这个岛民是来自于中国的江苏和浙江一带，后来他们从中国江苏、浙江一带先去了台湾，然后又从台湾扩散到了整个太平洋，这个时间当然是几万年前了。所以按照这个理论呢，那整个太平洋的岛国自古以来都属于中国，你想想对不对？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中国，但是毕竟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嘛，所以这现在分子生物学可以搞清楚整个人类进化演进的路线图。同样，对于病毒来说，我们通过进化树也能分清它的演进进化这个线路图。那么，关于新冠病毒的演进进化线路图呢，最重要的2篇论文是去年的7月份在科学杂志发表的2篇文章。这2篇文章啊，第一篇文章讲述的是这个病毒啊，它就是跟蝙蝠里头的一个品种，来自于老挝的一种蝙蝠，有99.7%的相似度。但是呢，那个蝙蝠啊，在当地的这个新冠病毒啊，没有进行跨物种的传播，就是当地人的血液里的血清里头没有发现这种病毒，而且这种病毒本身呢，它没有这个致病性，没有感染性，它中间缺少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另外一篇的这个论文呢，它就用进化树的方式啊进行溯源，就发现这些新冠病毒啊，早期的时候啊，它有2个变种，一个叫谱系 A， 一个叫谱系 B。
这谱系 A 和谱系 B 全都出现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其中这个谱系 B 呀，它的传播力非常强，在后来流行到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新冠病毒的，全都是来自于这个谱系 B， 没有来自于谱系 A 的。这谱系 A 和谱系 B 是两个独立的跨物种传播的过程。但是这个谱系 B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传播性非常之强，也就是感染性非常强嘛。那么由此这个科学家就得出一个结论，那么就是这个谱系 B 呀，其实它在人类社群中间隐秘传播的时间不可能太长，因为它传染性很强，一个人可能会传染10个人，所以它是只要任何一个人感染了，它很快的就会爆发疫情。那么由此它可以推断，就是这个最早的传播时间不早于2019年的10月23号，这时间推断时间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2019年的11月18号，更不可能是从美国、欧洲传到中国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在当地早就爆发了。其次呢，他还根据当时中国披露的一些材料啊，锁定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摊位，这叫27号摊位。这个27号摊位呢，它的这个环境浓度最高，通过一些 DNA 啊，包括那些拍照里头的那个 GPS 的信息啊，最终锁定了这个27号摊位。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信息啊，就这一篇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其实也是中国政府一不小心泄露的，并不是中国政府公开披露的信息。所以我跟你说，国外的科学家要想研究中国早期病毒溯源呢，他确确实实在材料上困难重重。今年3月份，他们得到这份信息之后，他们立刻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嘛，讲到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嘛，所以才有谭德赛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批评嘛。当时这2篇文章里头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环，这个环是什么呢？就是这2个谱系 A 和谱系 B 和早期的，在这个蝙蝠身上的新冠病毒之间呢，缺少一个中间宿主，这是第一。第二呢，在病毒上它缺少一个感染源，就是这个病毒可以传染给人，但人身上不一定有症状。那么它人之所以在人身上有致病性，导致肺炎让人死亡很重要的就是某一个节点的一个切割点。这个切割点在那个原始的病毒上没有，那么在这个病毒上直接就有了，谱系 B 有了，但是中间的宿主不知道。后来就是因为今年3月份，这个科学家又偶然发现了，就是中国政府上传到《自然》杂志的数据库里的这批数据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这个宿主就是蚝。所以现在从进化树的角度来讲，整个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是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就所有的进化树的数据，在全球只指向了一个唯一的地点，就是华南海鲜市场。那么大家现在再来回过头来看4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还对华南海鲜市场当时的所有动物产品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也都进行了追溯性的调查，并没有发现这个病毒在这个动物当中传播的证据。这个新闻发布会它明确的否定华南海鲜市场是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地。那为什么呢？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300多份这个环境样品和一些冷冻的动物的样品，进行了一些新冠病毒的检测和一些红金组的这测序的分析。那么其中包括市场内的400多份的这个动物样品以及这些动物的样品所有的检测均是阴性的结果。那么还有一些是市场的环境样品有900多份。其中就有73份阳性，为阳性的样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分离到了山猪的病毒，从环境的样品中分离到山猪病毒。那么经过这个基因组测序，就发现这些这个病毒的这个序列是和这个当时的病人的序列是几乎是100%的相同，这也提示了这些病毒应该是来源于人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也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这些环境样品中所携带的一些宿主的信息显示，这些宿主主要是人的宿主，那也包括了猪、牛、羊、猪、牛、鸡、鸭等，以及一些冷链的产品的一些基因。
甚至有老鼠和猫的这种动物的基因的片段啊，这些都提示呢，这个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人的污染的东西。他讲到了环境样本数据中间啊，采集了几百个，最终呢有77个样本呢是阳性，还找出了3个是活性的，给人感觉也挺有说服力的啊。但是说白了，这其实就是欺骗不懂行的人，因为中国政府公布的所有的环境数据全部来自于谱系 A， 就是这个新冠的病毒，没有任何一个谱系 B。这个谱系 B 就是他们一不小心上传到《自然》杂志基金会数据库里头，毫上才有。而他这次公布的全部来自于谱系 A。那我刚才已经讲了，谱系 A 和谱系 B 是2个独立的源头，而谱系 A 其实啊传染性很弱，是在谱系 B 流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在华南海鲜市场里重新发现的。所以中国政府这次公布的这批数据根本不能证明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去年那篇论文里头讲到了27号摊位是最早的发祥地，而这一次蚝的数据啊，就靠近这个27号摊位，而且有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一个是一个手推车，装蚝的手推车，这个手推车上既有蚝的 DNA， 也有这个谱系 B 的病毒。第二是一个拔毛机，就是给那蚝拔毛的，也既有蚝 DNA， 也有这个谱系 B 的这个病毒。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通过这个自然界啊传染到蚝身上，然后又进入到华南海鲜市场，从华南海鲜市场进入到了27号摊位，通过27号摊位最终传遍了整个华南海鲜市场，又传遍了整个武汉市。这就是整个新冠疫情啊，其实在科学进化树上啊论证的这个结果。那么中国政府显然是不愿意承认呐，因为什么呢？因为在 SARS 期间，当时确定了是果子狸传播的嘛，所以中国政府事后呢，向全世界其实也承诺说我们要管理好野生动物，我们以后不吃了。但是这一次啊，华南海鲜市场证明里头到处都在卖野生动物，而且如果就是证明蚝作为中间宿主传过来的话，那你想想，这其实是打脸中国政府在野生动物的管理方面根本没有做到自己的承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次 SARS 疫情都起源于中国，都起源于中国人这种所谓的野生动物的饮食习惯。那你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来说，你是不是有一些道义责任呢？虽然说这件事情是无罪啊，但是这件事情你给全世界各个国家带来了这么大的生命、财产、健康方面的损失，你难道没有道义的责任吗？你经常说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你怎么面对你这种状况呢？所以中国政府现在他就死不承认，跟我没关系，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耍无赖。但是好在啊，就现在的科学溯源呢，你抵赖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进化树啊，已经清晰地显示所有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最早来源全部来自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啊，我的解读，好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认为这个人畜共患病可能直接溢出的这种可能性呢，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那么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我们认为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那么通过冷链的引入啊，是存在可能。那么对通过实验室的引入，我们当时的研究的判断是极不可能的。那么在我们结束了武汉第1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之后，我们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就继续按照当时在武汉制定的下一阶段的工作方案和建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18年到2020年的所有当时采集了38000多份的家禽家畜样本，以及这个41000多份的野生动物样本，我们都进行了抗体或者是核酸的检测。那么这些结果呢，提示也都没有发现新冠病毒的阳性。